它内部采用了和 iPhone 16系列手机内部一样的电芯，源自宁德 ATL 出品的聚合物电芯，循环寿命和电芯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你们要看的品胜家的产品我考虑了很久啊，我们就从最近这个充电宝热门的事件，从磁吸充电宝开始切入他家的产品吧。这是品胜最新推出的一款带 QI2 认证的一款磁吸充电宝，当然这种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是应急使用啊，所以说我选择了这个5000毫安的一款超薄的产品来进行测试。测试篇我们会详细的把它的性能全部都测试出来，内部电芯和电路使用的情况我们也会做深入的拆解。喜欢我这种硬核测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，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先来开箱这个产品。这个充电宝的包装盒看起来很清爽啊，白色的底色加上淡蓝色的配色，中间是充电宝的实拍图片，品胜的 logo， 下面是产品的一些特点，背面则是规格信息。这里有4个主要的产品特色啊，智能充电、冷光显示、广泛机型兼容、多重安全防护。我们直接打开包装吧。内部还有一张卡通贴纸，充电宝的个性化，大家想怎么贴就怎么贴啊。配了一根 Type-C 的短线，充电宝本体，用户使用手册，同时也是产品的保修卡，还附赠了一个铁环。没有磁吸功能的手机可以利用这个铁环增加手机的磁吸功能。充电宝的外面包覆了一层膜，充电宝本体为非常浅的一种蓝色啊，背面的色调也是蓝色的，中间有一个磁吸圈 QI2 的认证标识。这一面是铝合金的材质啊，散热的话肯定是有保证的。Type-C 口内部的舌片为黄色，这里有一个功能按键，旁边为 LED 的电量显示，这边是产品的规格信息。整个产品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简洁、清爽、素雅。这个充电宝的长度为103毫米，宽度为66毫米，厚度为10毫米啊，非常的薄。整个充电宝连包装一起的重量是249.5克，充电宝的净重为121.9克，也就是122克吧。充电宝的外观咱们简单看了一下，咱们就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规格，产品名称移动电源，型号为 TP-D147，输入规格 Type-C 口，输入5伏3安15瓦的功率啊，输出的话最高是20瓦。无线充的规格，最高功率15瓦、5瓦、7.5瓦、10瓦、15瓦，有4个档位。多口输出5伏3安，最大功率20瓦。电池的能量值5000毫安，3.75伏，18.75瓦时，额定容量是2600毫安，5伏2安啊。我们待会儿用5伏2安的功率来进行放电，这是执行标准。制造商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国制造。锂离子电池，这里有个警告信息，这边是认证信息，循环8年，3C 认证，可以上飞机的标识，循环锂电池的标识，请勿扔向垃圾桶的标识。这个充电宝最高的功率只有20瓦的功率，我们来测一下它的这个充电口的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检测出来的协议，有高通 QC 3.0 的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至12伏，华为 FCP 的，这里显示了9瓦，但是不是啊，这下面可以看到最高是18瓦的功率，华为 SCP 协议的22瓦功率，三星 AFC 的24瓦功率， PD 3.0 的20瓦功率，然后它还有一个 PBS5至11伏的2安，22瓦的 PBS，DCP 则是基础功率。我们马上来验证一下它的兼容性。首先是米家的设备，显示快速充电，启动的是 PBS 的协议啊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14瓦左右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华为的兼容性，显示的是正在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在19瓦左右，基本上就是这个充电宝的满功率了。荣耀手机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同样是超级快充啊，也是华为的 SCP 22.5瓦的协议，真实功率可以到16瓦左右。这部手机是 OPPO 的手机，我们来看一下 OPPO 的，这个也是启动的 PBS 协议啊，功率可以跑到17瓦左右，这个也算是可以的。这部是蓝厂的设备，蓝厂的闪充标识已开启了，也是 PBS 协议啊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16瓦左右。这部手机为三星的手机，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，真实功率也有16瓦左右，很不错的一个功率了。这个充电宝在20瓦的功率上，它可以兼容几乎是全部的
手机的快充啊，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效果。这个品胜新款的磁吸充电宝，官方宣传的是使用的 ATL 的电芯，这个电芯表现怎么样？我们马上进行5次充放电循环来测试它的转换效率。充电我们全部用苹果的30瓦的充电器，数据采集还是用志祥的仪表。这个品胜磁吸充电宝它的5次充放电循环，咱们全部都测完了，我把测试数据全部放在屏幕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转换效率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5次充放电循环用了3个档位来放电，2次9伏2.22安的20瓦功率放电，2次5伏3安15瓦功率放电和1次10瓦功率放电，都是一次性放完的，中间都没有停顿啊。2次20瓦放电，我监测了一下它表面的温度，基本上都是在39摄氏度左右，这个温度控制的也很不错。然后充电温度的话，每一次基本上都是在34度左右。经过这5次实际的充放电来，我们换算实测的平均转换效率为 76.8%， 按照官方额定的 18.75 瓦时的能量再次进行换算，额定效率为 82.2%。 在这种磁吸充电宝里面，它这种转换效率是做得非常好的。它的容量的情况，我们5伏2安实际放出来是3147毫安，官方的额定容量是5伏2安的功率2600毫安，放出来的数据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额定的容量啊。2次15瓦功率，看一下前面的表就知道了，就已经超过了它的额定的容量。所以说这个充电宝内部的电路做的是很不错的。这个充电宝咱们再一次把电充满了，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对它做无线充电测试，准备了2部苹果手机，都给它充半个小时的电，看这个磁吸充电宝能给这2部手机补进去多少电量。测试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它本身的自充曲线，充电时间跟我们5次充放电循环的时间都是一样的，2小时08分钟左右。功率的话，它是5伏11瓦的功率一直在充电，充到 90%， 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个充电宝是设置了涓流充电的模式，这种涓流模式对充电宝本身的电池保护的话也是一个好处啊。这部手机为苹果14 Plus， 这个电池比较大啊，本身的电量还有 11% 的电量。充电动画开启，我们倒计时开启，这个手机30分钟已经到了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充了多少电。目前的电量是 32%， 也就是说30分钟为这一部14 Plus 充了21个电进去，还算是可以的吧。充到最后的时候，咱们采集了一下充电宝表面的温度，最高的温度在40度的样子，温度控制还是可以的。这部手机为苹果15，目前的电量还有 6%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充半个小时，看看能给它充进去多少电量。这部苹果15也充了半个小时了啊，大家倒计时到了。现在手机的电量是 33%， 也就是说30分钟为这台苹果15充进去27个电量，也还算是不错的啊。这个时间到了，采集了一下它表面的温度，同样是40度的样子，这个温控还是可以啊。做了2部手机的无线充电测试，这个充电宝还有2格电量，我们把它的电充满，然后就是对它做有线充电测试和文波测试。这一部苹果15目前还有 11% 个电量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充电宝满电的情况，给这个苹果15能不能把它充到 80%。 这个苹果15已经充到81个电了，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啊，这个曲线图走得非常的标准。第一阶段13分钟的20瓦的功率啊，第2阶段是15瓦功率，持续了7分钟时间，第3阶段11瓦的功率，持续了7分钟时间，后面第4阶段就是6瓦的功率，持续了大概1-2分钟时间。这个手机从 11% 的电充到81的电，一共花了41分钟，这个充电速度很不错了。充满这个苹果还有2格电量，这个对苹果手机来说完全是够用的了，哪怕是充一个16 Pro Max， 从 20% 到 80%完全是可以充满的。测完它的有线充电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宝它的充电口输出文波的情况。它只有3个档位啊，5伏、9伏和12伏，我们全部都测试一下。5伏 2.4 安12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81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76.6 毫伏。9伏 2.22 安20瓦的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61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154.6 毫伏左右。12伏 1.67 安大概也是20瓦的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90.97， 也就是191毫伏，平均文波是 180.8 毫伏左右。这款来自品胜的 QI2 认证磁吸无线充电宝，全部的测试数据都出来了。它在协议兼容上表现优异，全品牌测试下来几乎都能激活9伏档位的快充输出，兼容性表现称得上是20瓦内通吃型的选手。官方标称的电池容量值为2600毫安时，
我实际测出来容量是3147毫安时，不仅没有虚标，反而还多给了一口电。再算上整体的转换效率，实测为 76.8%， 按照官方额定的能量值换算后，更是高达 82.2%， 是一款不打虚标的实在派产品。它的无线快充体验方面也是相当不错，我们实测30分钟内可以为 iPhone 14 Plus 充入21的电量，给 iPhone 15充入 27% 的电量。对于出门临时补电来说，实用性非常的高。而且在有线快充下，实测41分钟能将 iPhone 15从 C 充到 80%， 充电曲线图走得非常的稳当。还有就是它的交流文波控制，全程没有超过200毫伏，已经满足国标限制的标准。毕竟这是一个主打无线充电的一个产品。这个 QI2 的官方认证不仅意味着它支持磁力自动对位，还能为 iPhone 带来15瓦无线快充的满血体验。而且整机的配色选用了清新的浅蓝色，铝合金的外壳质感顺滑，手感轻薄，是不少颜值党加实用党用户两手抓的理想选择。最关键的是，它内部采用了和 iPhone 16系列手机内部一样的电芯，源自宁德 ATL 出品的聚合物电芯，循环寿命和电芯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。至于内部结构到底有多讲究，主控用的是哪颗芯片，无线控制芯片来自哪家，敬请大家期待我后续的彻底拆解环节，讲透背后每一颗芯片与设计逻辑。测是为了了解，拆是为了真相，认真测拆，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柴，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，有你们的支持，我才有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